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2026年开年以来，AI 人工智能引发的恐慌，已经从传统的 SaaS 软件板块蔓延到了其他的更广泛的科技金融领域。曾经不可一世的游戏引擎霸主 Unity，股价单日暴跌近30%；AI 广告平台精英公司 AppLovin 财报后也闪崩15%。而掌管了数万亿资产的金融巨头嘉信理财，最近也被 AI 智能体吓得不轻。很多朋友问查理，是不是他们的财报出了什么问题？不，财报只是表象。现在的市场不是在炒 AI 的概念，而是在进行一场残酷的资产重新定价。诡异的是，在这片哀鸿遍野之中，华尔街大佬 Bill Ackman 却在疯狂扫货。他卖掉了稳健的餐饮和酒店类股票，把筹码压在了通讯巨头 Meta 身上。大佬看到了什么我们没看到的死局吗？在这场 AI 大清算之中，谁是必死无疑的中间商，谁又是最后通吃的大赢家？本期节目，查理为大家深入解答。Unity 软件公司在昨天发布了2025财年第四季度财报的数据。尽管财报显示它的 Q4 业绩全面超越市场预期，但是由于公司对于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指引疲软，导致 U 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当日暴跌接近30%。而过去一个月，Unity 的市值居然蒸发了55%，这个速度简直惊人。那么，Unity 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简单来说，它是移动游戏背后的造物主工具。如果我们把游戏看作一栋房子，那么 Unity 既不是开发商，也不是房东，它是那套最核心的全自动建筑模板。在过去十几年里，全球超过70%的手机游戏，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王者荣耀》《原神》《Pokemon Go》，都是用 Unity 的引擎搭建出来的。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开发者只需要写一套代码，就能让游戏同时在苹果、安卓、电脑甚至 VR 眼镜上运行。那 Unity 赚钱主要有两个手段，第一是卖工具，游戏开发者想要使用高级的功能，他们得交订阅费，有一点像我们买 Office 软件包。第二是靠广告，很多免费游戏里弹出的广告，其实走的是 Unity 的广告系统分发的，它从中抽成。那么 AI 为何对 Unity 的业务有灭霸响指般的打击呢？1月29日，谷歌 DeepMind 团队发布了 Genie 3工具包，它不仅仅是一个能画画、能写诗的 AI，更是能直接跳过图纸、平地起高楼。简单来说，Genie 3是一个世界模型。过去你需要在 Unity 里做一个赛车关卡，你得先找人建模，给车轮写物理碰撞的代码，再一张张的贴材质。但是现在，你只要对 Journey 说一句“帮我做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飞车游戏”，它就能在几秒钟之内凭空生成一个实时可交互、可运行的游戏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会陷入恐慌，因为这种性化从根基上直接动摇了 Unity 的两大蛋糕。第一，它让引擎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如果 AI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直接生成游戏代码和画面，那游戏的开发者为什么还要花每年数千美元去订阅臃肿的 Unity 软件服务呢？第二，它颠覆了游戏的生命周期。想象一下，未来的游戏关卡不再是开发者提前写死的，而是 AI 根据你的喜好实时生成的。如果底层不再运行在 Unity 的引擎之上，那么 Unity 赖以生存的广告分发和流量抽成瞬间就失去了依附的温床。对于 Unity 公司来说，这不只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是整个游戏开发的逻辑已经从精耕细作的工具时代被强行拖入了一键生成的幻觉时代。正如灭霸的那个响指，它直接抹去了 Unity 过去20多年的技术护城河。当然，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虽然 Journey 3看起来像是个降维打击的科幻武器，但是它现阶段生成的世界极不稳定，不仅画面有时候会像融化了一样出现逻辑的崩坏，而且它的背后消耗的算力费用更是天文数字。但这正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资本市场抛售 Unity 股票，并不是因为 Journey 3现在就能彻底取代它，而是因为 Unity 的商业护城河的确定性消失了。过去，Unity 公司的估值逻辑是，
只要有人想开发手机游戏，就绕不开这把数字铲子。但是现在，谷歌证明了另一条路的存在，即便这条路现在满是泥泞，造价非常昂贵，但它通向的是一个低门槛的未来。那面对这种威胁，Unity 的财报和管理层其实是在断臂求生。在最新的财报之中，Unity 表现出了一种近乎悲壮的冷静。管理层主动关停了花重金买来的 Iron Source 部分的广告业务，即便这意味着短期之内公司营收会很难看，他们也要把所有的子弹都推上膛，去搞自己的 AI 引擎 Vector。Unity 的逻辑很清晰，既然挡不住生成式 AI 的洪流，那就必须让自己从被替代的工具变成驱动 AI 游戏的底座。他们赌的是，即便 AI 能生成关卡，专业的大型游戏依然需要 Unity 来提供精准的物理反馈和商业化的接口。当然，华尔街的交易员是全球最没有耐心的一群人。当这笔巨大的研发投入还没看到回报的时候，而营收指引又意外爆冷之时，华尔街选择先跳车观望再说。好，聊完了 Unity 的基本面，我们来看看它的股价走势。这是 Unity 的月线交易图，可以看到2月11日的暴跌伴随着巨大的放量，说明是有机构在一键清仓大甩卖。然而，好消息是，也有大量的买盘当天进场，在21美元附近抄底了 U 的股票。这个力量很可能来自咱们的散户投资者，但是查理不建议朋友们现在就 FOMO 急着买入 Unity 的股票。这是因为从大趋势上看，U 的这波放量下跌，可能几天之内有一个不错的反弹行情，但是想要走出低谷，实现真正的反转，还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且从 U 的历史交易数据中，我们发现它的股价在跌破23美元的支撑范围之后，再往下走，需要滑落到17美元左右，才会达到下一个较强的支撑位。而现在的价格21美元，还有接近20%的下跌空间。现在接飞刀买 Unity 被套牢的风险非常高。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建议，如果您想要抄底 Unity 的股票，我们必须耐心等待几周的时间，等到 U 的股价在月线级别出现了明显的止跌形态之后，再分批建仓买入。系统给出的买入价格为16.3美元。个人认为，这波下杀的余波确实可能让 U 的股票抵达这个底部的位置。当然，查理也希望 Unity 的技术人员能够尽快研发出自己的生成式 AI 引擎，这才是决定了 U 的股价能否重返50美元高点的关键。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作为 Unity 的头号竞争者，AI 广告平台 AppLovin 的情况就好得多。APP 是一家广告算法公司，通过 AI 的广告变现。如果说 Unity 是教人如何做游戏，那么 AppLovin 就是教人如何精准的在游戏里贴广告，并且卖掉它。APP 的核心竞争力是名为 Axion 的 AI 引擎。Axion 能够像刷抖音一样，通过算法精准的把游戏推荐给最可能氪金的玩家。相比于 Unity 复杂的引擎业务，AppLovin 的业务极其纯粹，帮游戏开发者搞钱。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APP 的广告转化率呈指数级的增长。就在 Unity 财报闪崩、指引疲软的同时，AppLovin 却凭借着炸裂的利润率和持续上调的业绩预期，股价在去年翻倍，坐稳了移动广告界的 AI 霸主的宝座。2月11日盘后，AppLovin 也发布了2025年第4季度的财报。这里查理把两家公司的数据列在一起，方便朋友们比较。可以看到，APP 上个季度实现了11亿美元的净盈利，而 Unity 则亏损了8900万美元。经调整后的每股收益率 ，APP 居然高达84%，大幅超过了 U 的25%的利润率。至于管理层给出的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指引，APP 超预期，而 U 则是低于市场的预期。反映在股价上，APP 公布财报之后，盘后下跌6%，第二天大跌了15%，属于股价冲得过高之后的获利了结卖压。而 U 则更是单日暴跌接近30%。属于基本面的崩塌。当然，目前市场对于软件板块抱有极度恐慌的情绪，使得原本高位估值的 AppLovin 股价下杀的也很重。可以看到 ，APP 的股价从去年12月底的高点728美元一路下跌了接近50%，崩到了今天的386美元。好消息是，经过几周的暴跌，
它的 PE 本益比也从之前的100以上下调到了现在的45左右，前瞻 PE 更是只有30出头了。查理认为，这反而是给想要投资成长股的朋友们逢低捡漏 APP 股票的好机会。这张图显示了 CI 投资系统对于 AppLovin 的分析，可以看到系统认为 APP 跌到$380属于被市场低估了，这是因为它在2026年有高达55%的 EPS 增速，而到了明年也能够保持33%的高增长。如果我们按照30到40倍前瞻 PE 来给 APP 做估值，那么它在今年的交易区间落在了455到606美元，中位531美元。当然，考虑到今天 APP 也是放量大跌的，证明机构正在抛售。我们不需要现在着急抄底，而是应该再等几周的时间，等到 APP 的股价出现止跌形态之后再考虑买入。而且，因为 APP 的波动性相当高，查理强烈建议把 APP 的仓位控制在总资金的5%以内。毕竟 AI 的恐慌潮可能对于它还有一波杀估值的压力，我们必须非常小心。CI 系统算出的阶段性买点大概率会出现在360美元附近，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好，聊完了软件板块，我们再来看看金融领域的 AI 受害者——嘉信理财 Charles Schwab。查理以前公司发的 RSU 股票就是由 Charles Schwab 的券商平台统一管理的。可以看到，原本基本面相当稳健的嘉信，这两天股价居然也大跌了11%。这是因为一家名为 AI Truist 的初创公司最近发布了一款 AI 财务顾问软件 Hazel AI，它能够直接读取客户的1040税表、工资单、银行账单，甚至会议记录和邮件，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Hazel AI 就能够根据复杂的税务法逻辑生成个性化的省税策略。客户问：如果我今年卖房，如果我退休了，或者我拿到了一大笔奖金，AI 能够实时推算出对他的税务的精准影响。而 Charles Schwab 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咨询与管理费。过去这种深度的税务规划和财务建议是需要昂贵的人工理财师，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完成的。但 AI Trust 的 CEO Jason Wank 坦言，AI 让平庸的建议变得难以生存。当人工智能以极低的成本、极快的速度提供比人类更精准的报税建议和资产配置的时候，市场开始恐慌。如果大家都去用 AI，谁还会支付高额费用给嘉信的理财师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不仅是 Charles Schwab，包括 LPL Financial 和 Raymond James 在内的金融巨头股票集体跳水的原因。面对 AI 的步步紧逼，嘉信这种老牌券商能否像当年拥抱互联网浪潮一样拥抱 AI，还是会被这波浪潮大洗牌呢？答案只能交给时间了。这是 SCHW 股票的 K 线图，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在2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放量下跌，而且并没有强力买盘进场，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说明机构正在抛售，而散户投资者也兴趣缺缺。根据这个走势，查理强烈不建议朋友们现在就抄底嘉信的股票，因为这很可能是接飞刀。我的 AI 系统对于 SCHW 的股票目前给出的是黄色持有的信号，建议朋友们耐心等待，等到 SCHW 的股价滑落到87美元附近的中等支撑区域，而且出现了明显的止跌形态之后，有兴趣考虑券商股的朋友，届时可能考虑逢低买入它的股票。但是考虑到包括像 Robinhood、Coinbase 等交易平台的流量也在下滑，如果2026年美股没有大的牛市行情，查理对于嘉信的股价能够再度向上突破，这个可能性还是不抱太大的期望。最好的情况，SHW 能够横在一个区间，不跌破关键的位置，等到股市币圈转牛之后，它的股价才可能再度起飞。好，聊完了被 AI 恐慌叙事重锤的科技金融公司，我们来看看华尔街大佬 Bill Ackman，他的基金是如何在这波下跌行情之中投资布局的。Ackman 是潘兴广场资本的创始人，投资风格非常的激进，不同于传统的买入并且长期持有的投资者，Ackman 喜欢买入大量的股份，然后直接杀进董事会，逼着管理层裁员、卖资产或者回购股票，手段相当的狠辣。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他在全市场恐慌的时候，用2700万美元的对冲头寸做多，短短几周之内狂赚26亿美元，
这一战让他彻底封神，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单笔交易之一。在2月11日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上，Bill Ackman 透露了其基金的重大持仓变动。它的核心逻辑非常明确：抛售传统消费股，重仓压住 AI 基础设施。从2025年11月开始，Ackman 大量买入了社交软件巨头 Meta 公司的股票，平均买入价为$625，相当的不错。截止到今天，该笔投资已为基金带来了超过5%的浮盈。他认为市场对于 Meta 庞大的 AI 资本支出过于担忧，反而忽视了其作为 AI 落地最清晰受益者的地位。Ekman 指出，Meta 目前的22倍的远期市盈率，相对于其增长潜力处于深度的折价当中。为了腾出资金建仓 Meta 和加码亚马逊的股票，Ekman 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进行了罕见的清仓行动，他卖掉了全部的 Hilton、Chipotle 和耐克的仓位，标志着 Ekman 从过去10年的稳定现金流、品牌特许权逻辑全面转向高成长型的大盘科技股。对此，查理表示：“英雄所见略同。”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查理也是在去年 Meta 第3季度财报暴雷之后，抄底了他家的股票。Meta 一度占了 CLI 投资组合超过40%的比重。那随着他在今年1月底股价有一波短暂的冲高到$735以上，查理趁机止盈了部分 Meta 的仓位，把资金用来抄底买入了同为 AI 基础设施龙头的微软。当然，现在 Meta 依然是我的第二大持仓股，占了总资金的12%以上。我也会持续持有它的股票，直到 Meta 股价突破$800，创造历史新高，再考虑需不需要高位止盈套现离场。作为 Meta 的股东，查理自然希望它的股价蹭蹭蹭的往上涨。然而，对于 Meta 的员工来讲，近期公司的人事变动其实还挺大的。2月10日，Meta 在加州时间凌晨5点发邮件通知裁员。和之前不同的是，本次裁员的理由是基于绩效，可谓是杀人诛心。根据 Business Insider 获取的发给员工的内部备忘录，Meta 正在全面的调整其员工考核方式，对顶尖绩效者发放高达基本奖金300%的奖励。总的来说，Meta 作为鱿鱼游戏风格的科技大厂，依然相当的残酷，高裁员率、高流动性，工作压力非常大。查理身边的码农朋友都一致认为，谷歌的工作环境、公司文化比 Meta 还是要强不少的。当然，Meta 的整体薪资更高，升职速度也更快，但是有效工作时间也要长很多。那对于 Meta 的股票，查理的 CLI 投资系统给出的依然是绿色的买入信号，在市价$654附近买入做长期持有的投资，是相当不错的建仓机会。考虑到 Meta 目前的市盈率只有22.7%，而今年 EPS 年增速高达30%，可以说是相当的物美价廉了。如果你和查理一样，风格是偏向稳健的投资者，确实可以考虑逢低建仓买入 Meta 的股票。个人认为被长期套牢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好，聊完了个股，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宏观经济怎么样。今天早晨，美国劳工部公布了最新的失业金领取人数，上周这个数字曾意外飙升到23.1万，吓了市场一跳。好在本周回落到了21.5万左右，基本符合预期。不过，大家还没有从昨天的1月非农就业报告里缓过劲来。虽然13万人次的新增就业远超过预期的7万，但是仔细看数据非常的惊人。现在的就业增长几乎全靠医疗、教育这些政府补贴的行业在撑场面，政府部门也在招人，可是真正的私营企业反而在萎缩。简单来说，现在的美国经济有点外强中干，政府在玩命的借债撒钱招人，而真正的私营企业却在以 AI 为借口裁员过冬。这种情况是不是和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体感的温度很像呢？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查理。这是今天美股市场的盘面，可以看到大部分科技巨头的股票都在下跌回调，资金正在往必需消费品龙头沃尔玛、医疗健康巨头礼来和强生等防御型大公司轮动。今天跌幅最重的股票变成了苹果、亚马逊和 Meta。查理认为，这反而给了我们逢低买入科技巨头的好机会，因为现在 Amazon、Meta 和微软的市盈率都已经跌到了28以下。而沃尔玛 Costco 的市盈率居然高达45以上。等到3月份，这个防御型的趋势一反转，科技巨头们的股票很可能就会迎来一波相当不错的上涨波段。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了。那么，导致2月份科技股大跌的元凶是谁呢？
答案还是咱们的老对手华尔街投行。这张图显示了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对美股的持股比例，可以看到，从1月12日到2月12日，在过去1个月内，华尔街把他们的股票部位从94%砍到了现在的74%，整整卖出了20%的股票。而咱们散户投资者基本上没怎么卖股票，持股比例只是从1月的92%略微降低到现在的90%。查理认为，等到3月中下旬，美联储如果有降息的空间，届时华尔街可能像去年12月初那样，又急着把股票买回来，从而帮助咱们散户朋友让投资账户里的数字再往上涨一波。虽然现在科技股被 AI 叙事打压得很惨，但这只是短期的炒作行为。只有当美联储大规模的缩表，美元的流动性持续枯竭的时候，美股才会迎来真正的大熊市。现在查理依然看不到寒冬已至的痕迹，咱们也无需过分恐慌，好不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12日，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周二一样 ，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保持在95%，把剩下5%的资金放在超短期美债、USFR、SGOV 或者 SHY 中避险。在指数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以及科技指数都超过了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但是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科技股，分别是 Meta、亚马逊和 AppLovin， 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查理这2天没有新的操作，还是以微软、Meta 和科技指数 IYW 为主，大科技权重股票 ETF 作为压仓时，期待在今年的第2季度，美股七巨头能为我们带来超额收益。那今天涨得最好的股票分别是量子计算 ETF QTUM、股王英伟达和标普500动量指数 ETF SPMO。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微软占比51.4%，Meta 占比13.4%，科技指数 IYW 占比9.1%，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和亚马逊占比7%。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觉得 Unity、AppLovin 和 Meta 哪只股票能 V 型反弹？哪只股票会被持续压制？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下期节目查理将为大家带来自动驾驶行业的分析，敬请期待。祝您大吉大利，操盘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